上一期没有露宿街头，好遗憾呐。那么今天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演员。有活泼的女生吗？随便问一下，单身的有吗？哇！你好，你单身多久了？2年了。没关系，你这个状态可以单身第3年的。这段子在网上，然后弹幕飘过，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我说废话，你觉得别人的哈哈哈都是什么？是疑问句吗？别人在那闹得我脑壳发昏。后边的演员不许那么好笑了，不准那么好笑了啊！他爸爸过来帮我揉太阳穴，越揉越难受，越揉越难受。他爸给我揉太阳穴，这么揉。太有心情在我死前把我那些钱花了。病床到卫生间5米远，我雇10个护工把我的尿壶传过去。我们小区楼下有人办白事儿，烧纸，我感觉烧那个数量能把人赎回来。到后半夜那个火腾一冒，老头走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前段时间把《星汉灿烂》我又再看了一遍，其实你总能发现几个已经睡着了的大哥，头盔也是歪的，然后拿着刀。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拍得多赚得多的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欢迎光临。放心，老师放心，我已帮你保护好你那儿。哎呦！没事没事没事，吓着了。老师，你真放心。我放心，我放心。你的刀太凉了。这个太合适了，这个有点。你很像个小鱿鱼。我这个鬓角啊，它越来越厚，你就会显得很油腻。明白，您坐。老师，我给你找到了一份非常适合你，包跟发际线非常大。哎，你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告诉你，你这个太好了。老师，你今天要上台对不对？我上台的，对。你这个已经就是赢了。你觉得这个往外撇点好吗？往外撇点好点。好，是吗？这样。哎呀，这好啊！哎，发型真的国泰民安。这个太好了。对，露丝老师，您重点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俏而不娇，火而不燥。哎呀，你看看，我现在忍不住的要动一动。整个流畅的脸型更加流畅。这个发型很好的掩盖了我的缺点，那个发型可能是我以后努力的方向。放心吧，这一点点的小改变，你今天就是全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对，最炸的就是你啊！对，你们是不是跟每个人都这么说的呀？哎，你怎么知道？你说这跟大老师多像？哎呀，谢谢您。我们说屋顶，说哎，帮我想一个开场小段儿，怎么快速的跟观众建立连接？屋顶着火吧？哦，屋顶会着火哦，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你看多好。你可以故意说它很冷，然后你就说这是我干的，对，这倒不用故意。老板，做好了。我的天哪！你看我这也 OK 吧？哎，我们这个显脸小哎。这个地方可以把麦待会儿挂在这儿，还实用。好适合。小鹿，你帮我看看稿子呗，我想优化一下。别急，我带你先去海上放松一下。走，来感受一下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它能自动适应你的睡姿，精准承托你的肩、背、腰、臀、腿，就像飘在海上一样。真的耶，这就是传说中的零重力感觉呀，可以呼呼任性睡了。你先让身体飘一会儿，灵感自然就飘出来了。我们往这边呗。走着，
怎么还没来？神秘嘉宾迟到了。现在有点大牌了，神秘嘉宾。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 sketch 脱口秀演员加作家爸爸吗？我要烟牌。给我擦皮鞋。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看看你最近的健身食谱。谢谢。哎呦，我来看看您，您俩还挺好的就行。那我就先走了。你回去给孩子带个好啊。好嘞，好嘞。我要录，我要录。带你来录啊，带你来吧，看看。哎，像不像咱以前啊？但不会有这么多观众。哎，咱们以前演最少的多少人啊？没人儿，我记得那是期末赛，6个演员，然后没观众。有请观众入场。老板，我待会儿也上台。哦，你也上台，放心，我觉得这个好。哎，好哎，好哎。老师，你们这边有什么诉求？我的诉求就是，我觉得你指导我一下，我平时生活里头照什么样打扮就行。你现在就挺生活的。那我今天就保持这个造型了，我就先感谢。没有问题。哦 ，Hello， 露丝。哎，老师你好。你在这营业，然后给大家。对。这造型有什么新造型？我看看。这怎么样？这怎么样？不好，我都不敢说杨天真来了，杨天真来了。这样的感觉呢？有点大张伟老师的感觉了。进来一个大张伟，出来一群大张伟。你前边没弄啊，这重点的是啊，前边得挡住，这样。大老师懂这种发型，这样才是帅的。对我这个非主流多少年了。好的，准备好，我们一起出发吧！3、2、1，走你！大张伟，大张伟，大张伟，大张伟。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热场演员叫包凯，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演出现场，欢迎朋友们。我真心实意的把他们交给你们了，好不好？好，谢谢你们，祝你们今天玩得开心，拜拜，再见，拜拜。有请主理人周奇墨出场。这儿呢，有请嘉宾刘洋出场。好了，不是神秘嘉宾吗？我第2个就出来了。有请主理人小鹿出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大老师露丝带来的开场秀表演。朋友们，一起动手！上希望下的地灯下的自己都不知道跟我没关系，你说这老就像老就是厉害就不见。上就要上就别让自己着急，要爱自己，要爱自己，要爱我自己。这个世界美得要你一生就学在起源不自信。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真的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是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和你来在一起，只要我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
冲不在我。我不想听，我没有这种感觉。刚刚他们三个一起蹦，哎呦，我眼泪要出来了。各位好，各位好，大家好。是的，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全世界最可爱的脱口秀爆笑现场，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相信这个眼尖的朋友们呢，都已经听出来了啊，我们都没有感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一期没有露宿街头，好遗憾呐。谢谢各位，都是因为各位的这个鼓励，才让我们这个特别的完美在这儿哈。那么这一位是谁？不用介绍了，对不对？那就不介绍了，还介绍吧，还是得介绍。这就是我们的教主刘洋。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捧场，多捧场。那么呢，其实大家看见我们这些装扮了，非常的可爱。那么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重返童年。你们小时候头发就已经吹成这样了？是的，哎，是的，对对，是的，我小时候是这样的。各位可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是谁，咱们猜一下是谁。哇，这个好可爱的宝宝哇！好美。陆姐，陆姐，这是在测风向嘛？是西边的风啊，是。这个是截图，旁边还有我的同桌，我俩是摆了一个这样的。哦，你看到这边是这样的。哦，合体了。咱们看一看这位小姑娘小时候。哎，这大老爷们儿小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啊？来看一看。哇，你看这是，小时候就当门头，这是日常穿搭，小时候睡觉啊。这小板，这小板。哎呦，哎，我准备了这个。露丝不信我小时候是这样，我真是这样。小时候 ，gangster。哇，真的哎。好嘞，咱们再看下一张。下一张更正。太像。哎呦。这谁？这是马东老师小时候嘛？这么瘦啊！大老师，您小时候那时候是正科还是副处啊？你看我当时竖着两个犄角，是不是？站在后边多开心啊！那是另外一个人哦，那不是我哦，前面那是我呀哦，我也忘了我小时候什么样了啊。旁边那是周奇墨吧？我哦，咱俩小时候一个团的啊，我们俩以前一个啊。哎，赵露思老师正好站在这儿，站在这儿，哎，你仨拍的，正合适，哎。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就是我们翟佳宁的嘴来到了现场，掌声鼓励一下。待会儿我们要是说一些不该说的，那都是翟佳宁说的，我们怎么可能说这些话？那么，如果现场的气氛特别的爆，我们就要一起爆起来！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整场的投票规则。我们每场演出呢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观众的好评。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够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如果整季10场都特别好笑，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大家知道，这边是天花板。这是谁？这是我们天来了，天花板的天都来了。既然我们的教主刘洋来了，就马上有请到我们的演员二狗老师带来开场表演。什么？他是脱口秀线下票房第1人。目前国内脱口秀互动最卖座的演员，他的演出开票30秒售罄，创造了脱口秀史上最快售票记录。OK， 我差点跪着上台，我是天。然后接下来可能是我的一些互动秀，我的互动秀跟其他不一样，我没有段子，我纯即兴互动，各位可以接受吗？可以。那互动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冒犯性，可以接受吗？可以。
哇，你们好热情，非常好。那 OK， 那我们要开始了。我要问一个问题：有多少人第一次是看我的演出的可以举手吗？第一次来。哇。还是有这么多没见过世面的观众，非常的。OK， 那接下来我要开始互动了，我要在台上还是下来 ？OK， 那就下来好不好？哎呀，我下来发现更矮了，还不如在台上呢。你知道我的口号吗？我就喊了啊！如果不知道会很尴尬。来了，众所周知，我们一支班的第一排是。OK 啊，那么就随机抓人了。你好，这位帅哥，第一次来吗？第一次。非常好，您是单身。Yes。好。你还会讲英文？怎么称呼你？兰兰。兰兰。哦，叫 Blue Blue。非常好 ，Blue Blue 是单身。你谈过几次恋爱？想不起来了。没关系，你想一会儿，来换到这边。你好，帅哥，单身。不，这我女朋友。哦，女朋友。女朋友，你们在一起多久？303天。哦，你是个303。可以，你怎么追到她的？来分享一下。直接表白。怎么表的白？来尝试一下，再说一次。我爱你。就这么简单。你谈过几次恋爱？2次。非常好，上一次也这么表的白吗？差不多。上一次怎么表的白？上一次。哎，别结巴。你是喜欢上一个还是喜欢这一个？上一个是。不用回答。哇塞，小陈雾你，哇！等一会儿，我等一下把你们拆散，很好。来，你送我什么礼物给他？说话。手套。哦，手套，为什么送手套？这么棒的一个礼物。冷。因为手套是 glove。Give your love to。Blue， 这是你的领域。Your English so good, so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活泼一点的还是安静一点的？说。都可以。哦，很好。有活泼的女生吗？随便问一下，单身的有吗？哇！哎，你好，哎，这位小姐，嗨。很好，你好，你单身多久了？2年了。2年了，没关系，你这个状态可以单身第3年的。OK， 你活泼。对。那这种帅哥类型会喜欢吗？很好，那互相问一个问题，来，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的？请问。说话。就不问他什么星座？属什么？属什么？你是个老年人吗？很好，你什么星座？双鱼座。双鱼座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说。没想到互动到你，对吧？双鱼座什么样的性格？我。你是什么星座？我是白羊。你是白羊，他是什么星座？天蝎。你们俩是绝配吗？不是。非常好，所以你喜欢这个男生吗？虽然你没有看见他。看后脑勺，感觉长得帅。看后脑勺长得还可以，他身高很高，你大概多高？182。你站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呢？在展示发际线，还是没有脱发？发际线。来，你替他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再次谈恋爱的话，你会问那个女生什么问题？你会跟我。所以你真的想再次谈恋爱？分手。没关系的，303人还是对。所以你有考虑跟他结婚吗？肯定的。什么时候？等我赚钱。一看没准备。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我现在还在上学。还在上学？哪一个学校？湖南工商大学。哇，非常好的学校。哇，你们都不给面子的吗？再来一次，什么学校？湖南工商大学。非常好，还有吗？这边还有吗？稍微年长一点，这位弟弟你好，您多高？171。你站起来。你已经站起来了吗？比我高一点。来，弟弟上来，别害羞。你追过女生吗？追过。怎么追的？我写个纸。别抖，没事的啊，慢慢说。我写个纸条给她，结果写个纸条给她，她有男朋友。
你写了什么内容给他？关注你很久了，可以认识一下吗？他怎么回？他没回。他男朋友回你的？他男朋友来找我的。你被校园暴力了是吗？maybe 吧 ，maybe。没关系，勇敢追爱不怂啊，没关系的。那现在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赵露思。你可能将再次受到一次暴力。他们去找他。没事，我扛得住，扛得住啊，特别好，掌声送给这个小哥哥啊，很可爱。来，坐下，非常好。这两位哇，现在轮到考你了，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3632天。非常棒，非常棒。什么？编的。编。3000天，很好。那最难忘的是哪一天？今天。对不起，是每一天。很好，所以你最喜欢他什么？说他3个优点，预备开始。可爱、善良、美丽。没有内涵，非常好。来，你夸奖他，来，内涵，只有内涵。反应真快呀！这个拉满了，这个。很好，所以你们两个是结婚了的状态还是没有？结婚了。那你有送过什么比较难忘的礼物给他吗？有。好，跟你互动特别的开心。OK， 好，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我们最后来一位吧，最后来一位。来，哎，你好，哦，这位小姐很高，你大概身高？1.72米。您尽量就不要站起来。您的择偶标准大概什么样的？张伟那样子的。哦，谢谢。喜欢这种蹦蹦跳跳、活泼的是吧？喜欢有内涵的。有内涵的，很好。如果我一个朋友他也蹦蹦跳跳怎么办？那我还是喜欢大张伟。那没有办法了，本来我想帮一下我的那位朋友，曾经写过情书的朋友。OK， 大概就是这样啦。今天还开心吗，各位？开心。希望各位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好吗？好。谢谢各位。谢谢，哇，太棒了！哇，二狗在台上这么多，跟人口普查一样，在那里聊来聊去的。我感觉太厉害了，就是一下子整个场子特别热，特别热。对，而且拆散了不少。聊来聊去的，二狗想问你个问题。你问。脖子都去哪儿了？人家会出很多表情包。因为你一抬手的时候，脖子就进去了，一抬手脖子就进去了。其实我有个外号叫龟丞相，太可爱了。我们其实没有在线下看过二狗，但是一直都知道二狗是线下互动非常厉害，而且他线下互动都是那种1000人以上的专场，就是满场飞，是不是二狗？啊，他们没听懂，再说一遍，1000人以上的专场。二狗老师是为数不多的我们演员平时谈论他，第一个先想到的就是票房，因为他真的好火，真的好火。每个演员都是他一天演这个这么多场，票价多少钱，然后每个演员都在算，哎呦，我离他还差多少。这个我的票房只有303。二狗，我们之前合作过，也是专场的时候，二狗老师我有帮刘洋老师主持过专场。对，当时为什么不相亲？有没有开发出这个技能？对，那场之后他就开始到处给人相亲。感谢二狗啦，谢谢你的表演。谢谢各位。这是5星表演呀，5星表演呀！下面要上场这位，他是6星表演呀！全世界都没有谁能比他更幽默了。人类在他之前根本没有笑的这个机能，这么好啊！哎呦喂，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刘洋老师。教主，哇，他太棒了！这样抬人特别可以。教主5岁就学会了背。快跑！可以了，教主快跑！压力太大。哎，谢谢。
很难在一个相亲的场子里面，然后来正经的讲段子。我天，要不我也相亲吧？如果再给你一次，他真要死了，太可怕。然后这次节目组让我来，然后我说我讲什么主题？他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就上了节目之后，你们脱口秀演员未来的坦途，说给这些弟弟妹妹未来一些个希望。那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这样的，这2年因为参加了这个一些个综艺，然后也是能接到一些个影视剧了哈。然后前2年演了一个男1号，牛只能吹到这儿了，演一个脱口秀演员。哎，我去之前真的很轻敌，我去之前我在想脱口秀演员我去演，那我根本什么都不用准备。当时那场戏是我要在一个酒吧里给80个群演讲段子。我说那天呢，我就直接上去讲段子。群演听过这么好笑的段子吗？啊，那群演不得笑死几个啊！太轻松，我天，各位，我真轻敌了。那场演出是这样的，各位，我先给你介绍一下，那场戏是演一个我的角色通过那场演出发现自己有说脱口秀的天赋。我演完那场之后，我这个演员发现我没有说脱口秀的天赋。哎，各位，我们这行大家线下演久了之后是有阅读剧场的能力的。比如说你进到一个剧场，大家都很嗨，我的潜意识就会告诉我讲快点。如果大家都很沉闷，我的潜意识就会告诉我讲慢点。那天我一进那个现场，我潜意识说跑。我说啊，已经来不及跑了，我天，80个群演。各位是这样的，你们知道群演是训练有素的人。群演觉得我只要笑就叫笑场，如果因为我笑场，导演让大家再来拍一次，我可担不起那个责任，所以我死都不能笑。他死都不能笑，我差点就死在那儿，太可怕！你见过80个人同时开震动的模式吗？我今天讲段子，群演在那，有一个群演已经不行了，我说大哥想尿就去尿吧，大哥。还有一个人，他明显已经笑了，他低下头，然后掐自己。回来，我天，一声笑都没有。我在那个场子讲完，我中间讲的已经完全心凉透了，我心完全凉透了。凉透了之后，然后我觉得就这样吧，无所谓了，把大家的音轨送到那个节目里面去，是吧？配后期的笑声就可以。然后我就下来了，我说谢谢大家，我说刘洋，我就下场。各位发现问题了吗？我在那个戏里的角色叫郑浩。刘洋是谁呀？上台的时候，大家好，我是郑浩，然后一下台，谢谢大家，我是刘洋，在那表演大变活人呢我。然后我演完了之后，导演出来说：“刘老师，不好意思，这个没办法了，这个大变活人不行，这个别的都能修，这个修不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办法，大家再重拍一次。”所有群演看着我，我可没笑啊。我说：“导演，这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说这讲不了，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们笑。导演说：“不是你应该想办法让他们笑吗？”我说 ：“OK， 讽刺的好，将来开专场我去看您啊。”我说：“我没办法了，你能不能告诉他们笑？”导演说：“没关系啊，小刘了，别慌，我给你想一个办法，我一点没骗你各位。”他找副导演，拿着剧本找我，让我标出笑点。我讲了10年单口喜剧，我没有受过这种羞辱。我以前在网上我多狂啊我那段子传到网上，来一个我怼一个，谁说不好笑我都怼谁。我那段子在网上，然后弹幕飘过，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笑死我了。然后一个弹幕，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我说废话，你看不出来只有你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你觉得别人的哈哈哈都是什么？是疑问句吗？别人在那哈哈哈。这个很好，笑死我了！我以前多狂啊！我以前传了段子，别人说笑点在哪里？我说没笑点不会反省自己，怎么别人都能笑出来？然后那天副导演说笑点在哪里？我说在这里，在这里，还得给人标。我说这是小笑，这儿是大笑，这儿一般有掌声。
我一点没骗你。那个副导演这样，他说刘老师交给我，我站在那儿讲，他站在我的旁边，拿着剧本指挥群演笑。那场戏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以为我是在给80个斜眼讲段子，没有人看我，全都在看他。说真神奇，80个观众同时落枕啊！但不得不说，群演的笑比各位牛多了。各位只会一种笑，叫自然而然的废话，哈哈哈。那本来你要怎么笑？还有，各位只会一种程度的笑，各位就只会自然而然的笑。这段子到哪儿我就笑到哪儿。群演不一样，群演的笑有层次。然后那副导演在旁边告诉他们，一点没骗你，他是这样。这是小笑，这是大笑，这是波澜起伏的笑。群演太厉害了，群演笑断戏不断，每个人都在非常的到位，在那儿小笑，大笑，波澜起伏。那天演完，外面8度，我蹲在外边取暖。然后制作人跑过来说：“刘老师，没事儿，这些群演刚刚啊，只是在工作。”我说：“那我呢？我刚刚是在渡劫嘛。”我跟你讲。然后我还经历过一次渡劫，去年我去了一趟那个西班牙。我去西班牙的时候，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脑子抽了。晚上我跟我老婆说：“我说咱们看一个音乐剧，看西班牙语的音乐剧。”我老婆说：“那能听懂吗？”我说：“当然，别的听不懂，但咱们可以想办法。”我给他买了《狮子王》的音乐剧。我说：“哎，别的都无所谓，《狮子王》能听不懂吗？西班牙语再牛，辛巴、穆法萨、刀疤。”哈库纳马塔塔，我说这不就能听懂？这就是我那天听懂的唯一的4个词。整场我看到那个故事梗概就是辛巴格拉巴蒂诺格拉巴巴贝蒂拉巴姆法萨，活太多了。姆法萨奎萨布蒂马格拉巴巴比马刀吧，达巴格拉巴比达格拉巴巴基格拉巴哈库纳马塔塔。中间还有个意大利演员，明显在抖包袱啊，他在那笑着，底下他笑着都不行了。有个小偷正偷老大爷都停下来笑一会儿，那个笑的不行了，我都被冒犯了，那是我人生第1次被冒犯，我都差点站起来说，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谢谢大家，我是梁教授，谢谢大家。大开大了，太幽默了，大的发自内心幽默的。厉害厉害厉害！刘洋，冠军，这冠军亲口认的冠军。哎，露丝这拍戏的时候也碰见过这样的状况吗？挺多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看我以前拍的古装的一些就是画面，其实你总能发现几个已经睡着了的大哥。在哪儿？就是总会有那种情节，就是女主被围困了，然后会有很多士兵拿着刀，就会这样。然后这时候睡着啊？旁边有一大爷在那儿，不可能的，远处大爷嘛，远大爷，就是远一大爷。这声音太大了，这可能不是睡着了，这有点危险了。大爷是个桌板在那儿呢，放刀用的啊。仔细看，因为我前段时间把《星汉灿烂》我又再看了一遍，然后呢，我就看到里面好多睡着的大哥大姐，好多，那个头盔也是歪的，然后拿着刀。你认真看，我这一次就是专门我没明白，一堆大爷这样，这不丧尸片吗？就是一个。那也不是全部里面总会有几个大哥或者就是那种想笑场，但是被拍进去了，就是对，就是我觉得跟群演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害怕对上眼神。你跟大爷对眼神啊？大爷，不要轻易爱上我。
那肯定会叫，这什么大爷？这个周奇墨先生啊，你知道上期您没来，是可惜了了。但是不可惜的在哪儿呢？周老师啊，放了段视频，是跟您一起sexy共舞的。来，咱们看一下这个视频，来看一下。是你们俩吧？是你们俩吧？是你们俩吧？哦，那个黑色衣服的是教主，那是你啊？对，这是我吗？对啊。哇塞！我昨天以为黑色衣服的才是周老师。不能，不能！我专门给你准备的。你上一期没来，你当时放了个音乐，周老师在那个杆儿那儿开始翩翩起舞。他自个儿也唱，你自个儿也唱吧。来吧，两个人去那个杆儿那个地方。哇！周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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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周老板，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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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钱真干活啊！亲一个，花多少钱呀？亲一个，会不会把我的那个脱口秀剪了，就放这段是吧？谢谢您了，好嘞啊！这都累差不多了。然后呢，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周奇墨，还有那个教主，还有小鹿，然后当时你们就是一起创业的，对吧？当时，哎，你们有4个人。你要聊这个话题，没必要先跳那舞。没必要，没事没事，说明就是生活所迫呀。就是说，我们创的哪个业呀？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啊。然后这个当时这创业，就是说，因为当时脱口秀在咱们这边还没有特别的普及啊，对吧？4位就当时创的是单立人吧？对对对，算是单立人的创始演员。对啊。因为当时这个脱口秀这个东西，或者说即兴喜剧，在咱们这边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事情。是，怎么就觉得这事儿能干了？是什么信念就觉得这事儿我肯定能干？就是赌，就是赌啊！结果赌到了今天，发现赌对了。哎呦，一路的闯过来了，哎！当时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跟那个石老板出去宣传演出、地推演出，那个海报就只有那么人手1张，哎，然后观众想要1张海报，我说不行，我们就只有这1张，您看完演出信息自己拍个照，然后希望您到时候自己过去。又回收了，这得把观众往剧场里引。过来。早期我们一起录播客什么的，其实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记得蹭人家咖啡馆外面的桌子，也不买咖啡，就在那干蹭。最安静的一次是在教主车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车了。哇！大家不要笑，独轮车。当时两边独轮车一直蹬。他们怎么录，我就这么录。你扔我们3个人这样，哎，真是单立人，我在那。真的是，独轮车来了，你说喜剧不喜剧？哎，是，确实，但是这个当时是心酸，现在想起来都是笑话，是不是？就是感觉过去的这些没白受苦，笑得我脑壳发昏。后边的演员不许那么好笑了，不准那么好笑了啊！那么，所有朋友们，我们今天已经把前面的内容都演完了，马上就是我们的新人表演啦！演那么渣干啥呀？我上场之前，我是有一点担心自己接不住。这将是我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紧张的一段视频之一。我还得上厕所，我还得上个厕所。
我又想上厕所了，有人还跟我一起去吗？你就是紧张，你完全不想上厕所，能尿出来，有人去吗？那也没有必要去，你就别人一泡尿去炸场。我还想再去一次呢，应该来得及吧？那么我们第一个登场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大龄未婚中年男性，他是我们的刘三变。大家好，大家好。刚才你们是开心的，我在后面。我说实话，全世界演员没有接过这么难接的场子，阿狗互动，然后刘洋教主演出，场子开得不错。我本来以为接他俩就很难了，还要接一段热舞。我叫柳三面，我年纪比较大了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我今年其实已经快40岁了。我87年的，今年38，快40了。但是岁月也不饶人，脸上还是有些岁月的痕迹，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哈。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都能看到吧？长痘了。老人斑。老年斑呀啊！谁说老年斑呢？很没有素质啊，朋友们。其实我接受老年斑那个说法，因为之前有观众更过分，说尸斑。谁呀？你是法医吗？啊，你要不推测一下我死亡时间？尸斑，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不友好。之前有些观众挺好的，下台就跟我说：“刘老师，你去看看这东西到底是老年斑还是皮肤问题，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去看看。”我说没事，不用看了，不用看了。你们有疑问，这个东西就老年斑了。你们一旦产生疑问，这个东西就老年斑了，因为这东西在我30岁之前叫胎记。也就这2年才叫老年斑的，再过2年可能真就是尸斑。我努力啊。年纪大了没有结婚，面临很大的催婚压力。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妈压力也很大，因为她催了我10多年了，20年了，她没有什么好的话了，现在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我已经听不懂了。有一年过年回家，我妈老远看到我，问我：“哎，怎么自己回来了？老婆孩子呢？”我说妈，咱们娘俩这关系，我结婚应该会通知你吧？我没结婚妈，我哪来老婆孩子？他说哦，哎，没结婚呀？哎呦没，你还知道没结婚？你不结婚不生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挣那么多钱，我怎么都不知道呢？挣钱有用就花呗，自己挣钱自己花是很快乐的事情，对吧？我觉得啊，生孩子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个，比如说你觉得孩子很可爱，你想要有可爱的宝宝，或者你跟你的爱人，你们感情很好，你们想要有个爱情的结晶，或者你觉得高铁上其他小朋友很吵，你想生一个吵别人，对吧？报复一下，这些可能都是生孩子理由，但肯定没有一个理由是一个人躺在家里床上唉声叹气的说：“哎呀妈呀，我挣这么多钱，怎么花呀？”吵死我了，这怎么？哎呦，生个孩子吧，要不？毛病，不生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传到我耳朵里面，我听到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生孩子养孩子要花钱，对吧？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就是养孩子太费钱了。我说实话，坦率的说，我快40岁没有孩子，我也越活越自辛苦挣的钱给别人花，我舍不得，哪怕是我的孩子。有人跟我说，你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没有孩子。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自然就给他花钱了，你自然就给他花钱了。同学们，自然就在这里表达不得不的意思。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不得不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钱都花在他身上，那是自然就吗？扪心自问，那是自然就吗？自然就是非常主动、非常快乐的，对吧？我很少见到家长给孩子花钱是非常快乐的。我从来没在商场玩具店看到哪个家长兴高采烈给孩子买玩具，孩子们哭着喊着说不能再买了，我玩不过来了，家里还有没拆的。不生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还有一个潜台词，我妈有一天看电视看到梁朝伟，大家知道梁朝伟是没有孩子，对吧？我妈指着电视说：“你看看，他这么大年纪没有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死了也带不走。”
我说妈，孩子我死了也带不走吧。你不是想把我带走吧？你要这么想，你跟我说呀，我准备准备。其实我也做了点准备，我都长尸斑了嘛。钱带不走，不能给别人吗？啊，给公益组织、给慈善机构钱是不是更有意义？而且再说了，如果钱带不走是一个人死之前的烦恼，那咱们就在死之前把它花完呗。这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吗？对吧？很简单，我太有信心，在我死之前把我那些钱花完。我有的是办法，我躺在病床，一天吃8顿药。那个麻烦护士，全给我拿进口的，不能走医保。干什么呢？不用挑，你就随便拿就行了。你随便拿，我不用对症。我就想吃饱。不，你什么药我什么病，靶向病。我那个病床到卫生间就5米远，病床到卫生间5米远，我雇10个护工，把我的尿壶传过去。钱还有花不了的，普通人还有钱花不了烦，你们有钱花不了烦恼吗？对吧？普通人没有钱花不了烦恼，我太有信心，在我死前把我这些钱花完了。哎，别说死之前了。已经在画画碑了，开始逛闲鱼买东西了，生气。因为我不是不婚主义，我也不是丁克，不反对父母催婚，我其实反对他们催婚的话跟一些催婚方式，对吧？我觉得父母最好的催婚方式就是父母恩爱，你让孩子生活在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里面，孩子肯定想要建立家庭，这个不用你催的，对吧？这是耳濡目染的过程，不用你硬催的。但我从来没见过爸妈恩爱。我从小见到他俩就是打就是骂，就能过不能过就离就离，还早就跟你离了。你想他俩自己一天到晚对婚姻这个态度，还要让我结婚，是不是太恶毒了？见不得别人好。自己深陷泥潭，非要帮我往里拉，多恶毒呀，朋友们，多恶毒啊！我上次看到这么恶毒的案例，还是美食 APP 一个差评，说很难吃，你推荐给同事。快讲完了，但最后给大家来个反转。其实我今年可能要结婚了啊！哇！我觉得朋友圈公布这个消息或者发消息给别人都有点要钱的嫌疑，所以我就来上节目，然后到时候把视频分享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时候再关就来不及了哈！我在现场等着你，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新人啊多一些鼓励。三变今天这个演出旗开得胜啊，是吧？完全接住了这些人的场子啊。因为我感觉柳三变他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他的段子有递进，他是抽丝剥笋、层层递进，他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催婚的事儿的罗列，对，否则那个很容易俗套嘛。对，所以柳三变的文本你一看就是非常严丝合缝，文本能力非常强，是，节奏都特别好。谢谢。我们柳三变是微博大 V， 我能听听有多微吗？有300多万粉丝，但是发一条微博就2条评论，很真实了，真爱粉了，那都是。你走的时候都能一起带上。这个给的太好了。今天最后说那什么意思？你说可能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拍了婚纱照了。哇！还没有定最后的结婚的日期。真人已经来到现场了吗？你们安排了是吗？哎，他看我们安排，这得我们安排。咸鱼先生一摘头套，就是我亲爱的。今天我觉得肯定是因为还是有一些爱的表达。求婚吧！
哎呀，宝贝，就是气氛都烘到这儿了哈。我也没想过，就是真的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就没有准备很漂亮的话。有你在身边，一直都很好。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一起下去，谢谢。好感人啊！看别人结婚，每次都很感人。哭了，好感人啊！衷心的祝福你，百年好合。我对我自己求婚的表现，我觉得拉完了，可能是吧。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挺开心的，能够一直在一起，就挺好的。我们日子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你好，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哎呀，街拍呀！嘿，你看咱出门也没捯饬，哎呀，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呀！啊，拿我当人肉货架啊！咔咔一顿拍，咸鱼还能拍出钱来？上咸鱼，想要赚钱你就拍拍拍拍拍拍。我衣服呢？钱你就拍拍拍拍拍拍，潮流配饰都能拍，省钱拿走也能拍。上咸鱼赚一笔，拍得多，赚得多。别把我给卖掉了，退单。干啥都先上咸鱼。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那么马上有请到咱们第2位新人演员，他就是我们的大鹏。大家好，我是大鹏啊，我也是个中年男人，我今年43了。我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我呢，曾经在一家法国的设计师品牌店铺里面做那个时尚顾问的，俗称柜姐。钢铃是一条线，想必是穿。我们是个法国品牌。公司给我们提要求了，说跟客人打招呼的时候呢，要加一个 Bonjour， 主打一个好客。我们虽然好客，但是呢，我们店里的那些客真的非常适合吐槽。之前就来了这么一位，进店里呢也不说话，上来就点单，这个，还有这个。哇！当时我们所有同事都冲过来了，来大单了，可得好好伺候啊。那正常情况下，你点完单你要说啥呢？包起来。我都要，帮我包起来，没错。他说什么呢？这个，还有这个，我都有。我说懵了呀，啥意思呀？这个大哥过来跟我们比库存来了吗？沟通以后的才知道，人家呢在网上找代购了，让我们呢给他做一个鉴定，还得给他出具一份带红章的鉴定报告。咱们就说这个要求啊。可crazy，不可能给他干这个事儿，就特别的生气。这种服务行业，我们又不能在店里跟客人吵起来哈。我看那个不好意思先生，咱们店确实啊，没有办法提供这个鉴宝的服务。您这边有需求啊，建议您找那个什么庭泉鉴宝啊，你找那边老师给你看看吧，看得好了呢，人还得开门。但是今天这个点儿啊，我们店是要关门了。大哥急了，我说冷静点啊，绷住。还有一些客人呢，来我们店里啊不消费，跟我们聊天其实没问题，我们也挺欢迎的。但有时候吧，他聊着吧，他就跟我们逗闷子，玩那10万个为什么。之前来那么一位，问墙上一个包，问这是什么材质的呀？我一看，我说啊，小羊皮，小羊皮呀。那你们会不会太残忍了？我说那个您吃过涮羊肉吗？那玩意儿可好吃了。
那就问说，哎，那你这个用的是哪个部位的呢？我是没明白他问的是包还是肉哈。我那个上脑吧，那玩意儿有肥有瘦，多好吃啊！人家还接着问呢，那这个产地在哪儿？我产地，这包的产地在摩纳哥，这肉的产地对，还不能在呼和浩特吧？人家还能跟你接着往下聊呢。哎，那你倒是说说看，这个摩纳哥跟那个摩洛哥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说那个啊，这个甭管是摩纳哥还是摩洛哥，它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儿歌，我的儿歌。我也没成想人能买，我就专门跟他聊聊，给他打发走了得了呗。哎，人就问了我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他说这个包多少钱？看走眼了，这是要消费吗？哎，临了了，这死孩子放了个屁，这事儿他有谎啊！哦，我说尊贵的女士，咱们这个包呢6750，你看又能背又能挎的哈。你是刷卡付现还是移动支付啊？哎，您猜人说什么呢？我诚心要多少钱？我女士，咱这儿呢是个百货公司，那也不是雍和宫。你心诚也不灵，但俺们这个包那是不灵不灵的啊。还有一些客人，虽然有消费吧，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专门有一类客人喜欢来我们店里找一种明星同款，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啊，我穿的这个明星同款啊，我这个感觉就得真的跟那个明星是一样的，要不然呢，你们家这衣服有问题。这次来这个一进门说要找易烊千玺同款卫衣，给他拿了套上身试，他你是不是拿错了呀？这看着也不一样啊，你看这哪儿不一样的？除了衣服以外哪儿都不一样呗。最后呢，这单也成交了啊！成交以后呢，就问我们了，啊，哎，你看我都有消费了，你们有什么赠品小样送我的吗？我上班这么多年。头一回听说买衣服还要小样的呀！哎，你说这个肚脐眼又放了个屁，他是怎么想的呢？邪门邪淫的，我怎么给他拿？我上我们后边库房别的一副4块布，敢做个套袖啊？那不可能啊！那个不好意思，先生，咱们店确实啊，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赠品可以送您的。那个，我送您出去吧。满足了他的要求啊。其实我们工作中啊，真的还辅导过一些明星。那这个明星他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我咋知道他是个明星的呢？他自个儿说的。哎，到我们店推门进来，他说我是明星。你快帮我看看后边那帮粉丝还在不在那边追得我火急火燎。我说哟，我说你好，明先生。你后边连个鬼都没有，你就放心的选购吧。哎，人就看了看，转了转，看一卡包，他说有没有什么活动呢？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品牌从来都没有活动的。你们这个牌子不是应该经常都得有活动吗？要不然谁买呀？哎，你嫌贵，你不想买你就走呗，人家不的，非得给你找出个理由来。再看看，哎，三里屯的购物环境越来越差了，这么的嘈杂，我都没有心情消费了。我还是去国贸爱马仕吧，我每回去那人都给我闭店消费的。哎，行，下回您提前说，您来之前呢，我也给你闭店消费啊，给他闭到店外去。现在呢，我也不在这个行业做了，因为呢，我光会闭店，我不会闭嘴。谢谢大家，我是大鹏。大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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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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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俩手也不行，俩手还不行，大不了。这行，这可以，这不较劲。来，大鹏，俩手，俩手，这么可以了。终于可以了，可以。最累的就是这个部分。
感觉大盆的风格很特别，她就是那种弱弱的刻薄，对，有闺蜜感。哎，对对对对，没有宫廷感吗？宫廷里的闺蜜就应该是这样。大盆本身说话就是这么阳刚吗？还挺吧。哎呦哎，行嘞就，因为确实是干这行的是吧？对。有什么推销技巧吗？我们平时可以避避坑嘛。对对对。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避坑。你来我们店里，你试了一条裙子，比方这试衣间，你就进试衣间了，你不知道要不要。这个时候，我的同事，你同伙就来到我旁边。这个我们之前有教过，这叫 team work， 哎，团伙作案。我这边出现问题，他就过来帮我了，就假装打电话。我说那个大盆啊，你客人那个衣服还要不要啊？这边那个苏州店要调货呢，那边有个客人也想要。啊，那你不能跟那个客人说一下，先从大裤调呗？我这客人还在考虑呢。全国就这一件了，你这客人不要，那边马上就要定金了。姐，你的衣服还要不要啊？马上就拿出来，抻着吊牌过来扫码。明白了，哇，饥饿营销。还有吗？陆姐是真的想听。对，陆姐被坑过啊。小陆，你到底想买什么呀？不知道，就是要防自己被骗。我告诉您，你甭管什么时候来我们店里，只要拿出一件，跟你说都是刚到的。哦，哎，这个是哈。你甭管试了一件多薄的衣服，你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太薄？不薄，这2天正穿。哦。零下15度那也不，这2天那也正穿。你试衣服试的小，一点都不小，就这么设计的包身款，扣系不上，没有，敞着穿才有层次。胳膊伸不进去，这么跟您说，咱家衣服啊都是纯棉的，你回家下水洗一洗，多少还能再卸一点。可以。原来奢侈品牌也是这么介绍啊，跟我出去买秋衣秋裤差不多呀。咱这 LV 纯棉的，咱洗一洗能卸一卸。谢谢大盆，谢谢大盆。刚讲完之后，比没讲之前要放松很多。我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活动，我就一直回想小鹿给我发的那个信息。能够有一个就是你喜欢的演员给你这么大的肯定，这么大的鼓励，我觉得反正对我是好使的。最终上台的表演，我自己还挺高兴的。那么下面一位，他非常擅长用眼神杀人，这一位就是我们的